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在我们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如何去配置交换机的优先级，以确定什么呢？以确认这个路径以确认这个跟桥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这个配置路径的开销，以及呢这个开销的一个计算方式。在我们华为的设备上呢，一个生成数的开销的计算呢有3种方式，虽然说都是根据这个带宽根据带宽的道数来做比较的，但是它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叫 .1D 就是1998，叫做 802.1D 的1998模式。在 802.1D 的1998模式下呢，基本上是100兆就等于1。然后呢，第二个是 802.1T 一个新的模式，但是这个新的模式呢，100兆呢，100兆和1000兆基本上也分不出来。然后最后呢，有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默认所有的端口的这个开销它的计算方式呢都是 802.1T 的。我们在不修改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这个switch 1吧。我们来看 switch 1 display STP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接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0-3端口。好 port 0-3这是 forwarding 状态的，打开了看 port cost后面有一个括弧写的 .1T， 那么就说默认我们以 .1T 这种方式来计算。然后注意看这儿 config auto 就是说按照带宽给我算，然后 active 等于1，就是结论算出来的结论是这个带宽这个端口的开销是1在我们的交换机上面，所有的1000兆的和1000兆以上的端口甚至于在某些交换机上100兆甚至100兆以上的这个速度的端口，它的交换机的这个开销都设定为1。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办法去比较这个带宽了。100兆和1000兆如果都是1，我怎么去比较？我没有办法去比较了，对吧？那怎么办？好，在我们这儿，我们可以去手工的去指定一个这个。通过这条命令手工的指定一个方式，那么一般这个东西我们不改，因为要改的话是所有的设备上都得改，要不然你计算方式不一样，对吧？就导致标准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一般我们不改。我们如果不改这个计算方式，那我们改什么呢？我们直接去改端口的开销。好，这条命令是 STP cost 多少。好，我们来看这个里边。你不是告诉我这个端口自动按照带宽计算，算完了等于1吗？那么如果我不想让它等于1，我想让它等于别的，是不是我就可以改掉它就完了？我们就可以改掉它就完了。那么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 switch 3来说display STP 它的0-1是 forwarding 状态它的开销是1现在当前开销是1。那么它的0-2呢是一个 discarding 状态它是一个预备端口就被阻断掉的，它的开销呢也是1，因为这两个呢开销你看在我们这儿 switch 1是跟从这儿直接上去，是不是一段链路就1开销？而如果从这儿走呢，这是1加上2到1的这一段1，这是2，对吧？所以说呢开销呢变大了，它不会从这条线走不会从这条线走，只会从那条线走。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假设这个对于3这台设备来说，我想让它从 switch 2上去，就是我想让它访问的时候走这条线路，而这条线路对于 switch 3来说 0-2 是被阻断掉的。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开销来完成这个阻断端口的变化来完成这个阻断端口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生成数怎么计算。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把0-2阻断了，而把0-1打开了，就是因为0-1离根近对吧？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过程，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要把这个线路把0-1阻塞0-2打开，那要怎么办呢？很显然2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把0-2的开销减小，第二种办法把0-1的开销减大。反正不管怎么样，让0-2这边到跟桥的开销要比到0-1到跟桥的开销小，0-2的小0-1的大，对比起来的时候，那么它自然就会选0-2了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我们怎么去修改它呢？首先0-1的开销就是1了，你还咋改呀？不能改成0，它总得是一个正整数嘛。你不能改成0。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你要怎么改呢？要把0-1的开销改得更大。比如说我把这边改成10，而0-2这边呢1加1还等于2，那么就改过来了。那么在这条命令改的时候，在 switch 3，注意，你想改哪个端口的开销，或者说你想影响谁的选路生成数的路径计算，就要在谁这台设备上去修改 cost 值。好，我们来看，在 switch 3上 interface ETH 0-0-1 STP cost 你可以改成多大？1到这是200万还是2000万啊？个10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2亿，对吧？这么大的一个数值，反正你可以调整的就是这么大一个数值，没必要。我们都知道了，反正你只要比这个2大一点就行了。如果你把它调成2，会有什么结果？那么这边也是2，这边也是2，那么它就开销就比不出来了，比不出来比什么？比邻居的这个 ID 比邻居的 ID 呢，还会发现还是这个它的 ID 更小一些，因为它是优先级是0嘛，所以说呢，你必须要比2大那么怎么办呢？比如说写个10。好，写完10以后 ，display STP。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port 1变成了 discarding 备份端口。预备端口 ，port 2变成了 discarding， 但是它是根端口。为什么根端口还是 discarding？ 我们来看，为什么根端口还是 discard， 就是不能转发的状态呢？注意看这儿，它现在处于 learn 的状态。我们说 learning 状态是不能转发数据的，所以它是 discarding。再过一会儿，你看，learning 过去以后变成 forwarding 了，这个时候看0-2转发了，它是根端口，0-1变成了预备端口。好，我们再来看 display STP。这个时候我们来看1的开销是10，它你看 config 10，就是我配置为10，现在当前值也是10。而2的开销是自动的计算，现在它还是1。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来看，我到根的是多少？我到根的开销是2。这个地方注意看，根桥 ID 在这儿，然后到根的开销在这儿计算。我的开销是2，怎么算出来的？这一段没改过是1，这一段没改过是1，加起来是2，而这一段直接就变成了10，所以说他会选择这边走了。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修改非根交换机或者叫做这个其他设备的开销，修改这台设备的开销，或者说修改这个设备上的某个端口的开销，来影响本设备自己的路径决策。我认为哪条线路远，哪条线路近，那我自己来做。其实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改它呢？说平时你好好你改它干嘛？你有病吗？吃饱了撑的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出现，在我们的网络里面，如果你的距离特别长的话或者说你的距离通过了一些其他的手段来完成的话，你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这3台设备我们还说3台设备的事情，3台设备，那么假设呢，它应该是根桥它应该是根，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画吧，我们画4个吧，我们按照我们这个里面画，这个是备份根这个是 A 或者这个是1，这个是2，然后呢我们这儿有3有4，好，4个。当你有了这4个以后呢，默认呢，它现在1是根嘛，它就这么走了。那大家都这么接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3呢，其实离这个1和2这几台设备是比较远的。然后呢，我们接了什么呢？我们接了一个叫做光电转发器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见过，就是光纤一对儿进来一个小盒子，给它接一个一般是12伏 DC 12一般是12伏的直流电，然后呢。一般是12伏的直流电或者48伏，反正你给它接一个变压器的那个供电，
然后这边呢就转出来一个以太网。注意这边是光，这边是网线。啊，那么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的这个玩意儿啊，我们把这个东西画到这儿来，我们来看。我接一对儿。啊，光纤一般是这么连的，然后呢，我这边也接一对儿，好，两对儿，接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一条链路，在链路上面，我们只是进了光电信号的转换，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所以说光电转换器这个玩意儿啊，它是工作在物理层的，啊，它是工作在物理层的。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端口和这个端口都认为自己是1000兆的，啊，或者说都认为自己是100兆，反正他俩认为自己是一样的。而事实上，你这边光纤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光纤是100兆的光纤，这个光纤是1000兆的光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机没有办法去感知这个光纤链路是什么，它只能感知自己的端口被协商成了100兆还是1000兆还是10兆。能理解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对这个接口进行一个修改，就是把这个接口的优先级，或者把这个接口的这个不叫优先级啊，叫这个 cost 开销改的大一些，这个接口的 cost 改的小一些，这样才能帮助交换机来完成一个区分。注意啊，交换机没有办法感知它非直连链路到底是什么样，它只能感知自己这一段链路被协商成了10兆、100兆还是1000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用处的，啊，通常情况下无所谓的，啊，通常情况下你说带宽都一样是吧？那就真的无所谓了。好，这个是 speed cost，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大家都是光纤，你是1000兆，我是万兆，或者你是10GE，对吧？那我可能比你的10GE万兆还要高一些，我是25GE或者40GE。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也是需要改的，因为它到了1000兆以上啊，它就真的分辨不出来哪个更好了。那么你还是要改一下的。这个叫做我们配置路径开销。好，下面呢是这个 display STP 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你的模式啊、自己的 ID 啊、根的 ID 啊，啊，这个一看就是自己就是根嘛。好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看 config 2000 active 2000，这是修改完了这个开销以后的这么一个做法。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交换机的一个基础的配置和生成数的一个基础配置。在生成数和交换机的上面，我们的基础配置里边，至少我们要考虑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应该作为根？啊，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一般我们会让汇聚层或者核心层的设备作为根交换机，啊，如果你要不管它的话，很有可能某个接入设备作为根交换机了。这是第一。第二，那么我们会让什么呢？我们会让这个，如果链路带宽都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交换机自己去调整一下这个开销啊，我们会自己去调整一下开销，让这个交换机呢更按照我们想要的路径来完成这个操作。啊，这个是我们平时要做到的一部分工作啊。其实最主要的，平时我们就是调一个根交换机的位置，就是调一个优先级，或者是 root primary 和 root secondary 就可以了。好，这个图大家可以课后去进行一个简单的练习。好，这节课我们就到这儿。